一粥一饭皆养生，美丽就在唇齿间。大家好，我是戴老师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诗书素颜肌美颜课堂。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前面答疑课当中给大家讲过9种体质吗？这9种体质当中有一种偏颇体质叫做淤血体质。今天我就跟大家来讲讲淤血和皮肤的关系。有淤血的女人皮肤有何表现呢？其实，女人的很多皮肤问题，你像脸色灰眼眶暗黑、口唇紫暗、肤色暗沉，像肤质的粗糙、起皮屑、干燥，甚至如鱼鳞状，这在中医里面叫做肌肤甲错。还有皮肤上呢容易出现淤青，以及头发容易干枯脱落。上述这些问题一般人能想到的就是在脸上抹上厚厚的粉饼，嘴上呢涂上新的唇彩，身上呢擦上爽肤水润肤露。殊不知这些皮肤问题呢多数都是淤血在皮肤上的表现。只做表面文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只有去除了淤血这个病根，我们才能够真正变美。那为什么淤血会导致这些肌肤问题呢？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淤血。淤血就是机体产生的一种病理产物。一般而言呢，凡是离开经脉之血不能够及时消散，淤滞于某一处，或者是说呢血流不畅，运行受阻，就像是河流流速慢了，容易淤积泥沙一样。这个血流慢了，也容易淤积在经脉或者是器官当中。那么这些呈凝滞状态的死血呢，我们都叫淤血。中医认为旧血不去，新血不生。这些死血呢，对人体而言就是垃圾废物。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清除呢，就能够堵塞经络，影响正常的气血运行。那气血不能上溶于面，所以就会面色黧黑；淤血停滞于面，所以就会生黄褐斑、老年斑。淤血阻塞经络，肌肤得不到气血的滋养，所以会皮肤干燥粗糙脱屑淤血呢停滞于皮下，所以皮肤上就容易出现淤青。发为血之余，头发呢得不到气血的滋养，所以就会发枯发落。当然，淤血对机体的影响可不只是皮肤，人是一个整体嘛，除了皮肤还会影响到很多的方面。那淤血还有哪些表现呢？健忘、记忆力减退、偏头痛，还有呢像什么肋间神经痛、胁肋痛，而且这种痛的性质呢是刺痛，固定不移。淤血的人经常咽干，总是想拿水来润下，但是并不想喝下去。这就是我们前面跟大家提到过的淡欲漱水不欲咽。我们在饮水美容篇当中曾经跟大家讲过，大家还记得吧？女性呢常有痛经，经血当中呢血块比较多，或者呢会出现闭经，还容易患像乳腺增生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等等这样的问题。那有淤血的人呢，舌质往往是紫暗的，舌头上面呢往往有瘀点或者是瘀斑，舌下的静脉呢往往也是瘀曲的。上面这些其实都是淤血在我们体内的一些常见的表现。可能呢每一个人并不一定都具备，当然符合的条目越多就说明淤血的证据越确凿，那么程度呢也可能越重。那么其实对于女子养颜而言呢，活血远比补血要重要。在补血之前呢，要先去瘀。现在我们都知道女人是以血为本，以血为用的，所以呢，商家往往会在保健品上打上补血的标签，宣称能够美容养颜。那么这些吃进去的补品真能够有效的补血养颜吗？我们把气血往往比作河流，下流干涸呢，原因其实有2个方面，一是上游的水源不足，另一个呢就是上游或者是中游呢发生淤堵。不足的可以补，那不通的呢？从上游补再多的血进去，下面有东西堵在那儿，新鲜的血液也到不了缺水的地方，这其实就是发生淤血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吃什么人参阿胶鹿茸其实是吸收不了的，
不但发挥不了补益的功效，反而还会加重体内的淤堵呢。所以我们强调女子要养颜，活血远比补血要重要。在补血之前，一定要先化瘀。那如何化瘀变美呢？食疗有妙招。下面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具有活血化瘀功效的食材吧。首先给大家推荐山楂。朋友们都知道山楂能够消食健胃。其实山楂还是行气散瘀的高手呢。焦山楂呢，擅长消肉食积滞，而要活血化瘀的话呢，一定要选择生山楂。代茶饮就很好。我们在养肝祛斑那节课当中给大家推荐过一个美容祛斑茶，里面就用到了生山楂，你还记得吗？山楂呢，之所以能够祛斑、美容、抗衰老，就跟它活血化瘀的功效密不可分。不过山楂味酸，很多朋友接受不了。其实可以加一点糖，一方面呢搅味儿，另一方面就像《医学中中参析录》这本古书当中提到的，山楂若以甘药佐之，化瘀血而不伤心血，开瘀气而不伤正气，其性犹和平也。除了代茶饮，我个人比较钟爱山楂酱。每年秋天山楂上市的时候我都会做上几瓶馈赠亲朋好友。大家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和我一起学起来。原料有山楂1000克，白糖500克。做法呢是这样的：山楂洗净以后呢，一切为二，用小刀把根蒂和籽呢挖去，然后放到不锈钢锅里面加上适量的冰糖，加水，先大火煮开，然后呢再转中火，一定要注意不断的搅拌，直到山楂软烂的时候，再加入白糖，继续的煮。那一直呢煮到很粘稠的时候就可以了。做好的山楂酱我们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冷藏，放几个月是没有问题的。那至于山楂酱怎么吃嘛，可以抹面包、抹馒头都很不错。那喜欢烘焙的朋友呢，也可以经常用它来做像什么希腊可球之类的。还有我喜欢吃山楂藕片，原料呢有莲藕1节，山楂酱适量。我们先把莲藕洗净去皮切薄片，入开水焯烫半分钟，捞出过凉。取2片藕片，在中间夹上适量的山楂酱，摆盘即可。这道酸甜可口的山楂藕片，其实做法真的是很简单，这可是一道美颜菜品哦。山楂活血化瘀，莲藕呢凉血化瘀，补气养血。那淤血去了，新血生了，自然容颜也就越来越美了。第二个呢，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玫瑰花。我们在以前的课程当中呢，曾经多次提到过玫瑰花，相信大家对它的养颜功效应该比较了解了吧。玫瑰花呢，最适合气瘀体质和血瘀体质的朋友。为什么女性更容易出现淤血呢？和女性的心思细腻、多愁善感有很大的关系。情志不畅就容易肝气瘀滞，进而呢出现气滞血瘀。玫瑰花呢，既疏肝又活血，一举两得。常饮玫瑰花茶会让你的容颜就像盛开的玫瑰花一样坚远欲滴哦。再跟大家介绍一个藏红花。品会精要当中呢，就提及了藏红花的这种美容功效。他说到藏红花能够主散血调瘀、宽胸膈、开胃进饮食，久服能够滋下缘、悦颜色。藏红花的养颜功效呢，也是因为其具有非常好的活血化瘀、凉血解毒、解郁安神的作用，特别适合那些肝气瘀滞所导致的血瘀症。如果最近呢你有乳房胀痛、心烦失眠的症状，不妨呢可以用藏红花泡水代茶饮。这种情况下呢，应该说是最适合不过了。藏红花的饮用量呢宜小，一般来讲的话，取5到10根花丝就可以了。除了喝水，藏红花呢也可以一起吃下去。藏红花除了代茶饮，还能怎么用呢？大家吃过藏红花蒸蛋吗？据说这可是自古就有的药膳方，又叫养宫蛋。做法很简单，
生鸡蛋的一端呢，先撬开一个小口，用筷子把鸡蛋膜破碎，然后呢，再把几根藏红花塞到鸡蛋液当中，放到碗当中，隔水蒸熟就可以了。那这道药膳呢，在活血之中啊，又兼具有补益之力，可以说是标本兼顾，非常适合那些气血亏虚、又有淤血的女性朋友来食用。有朋友问到说这个藏红花和我们平时说的那个红花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。红花呢又叫草红花，而藏红花呢则又叫西红花、番红花，两者呢不是一种植物，入药的部位呢也不一样，都有活血化瘀的作用，而藏红花的药力呢则更强，而且还兼具有凉血、解毒、解郁、安神的功效。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种药食同用的当归。当归是血中圣药，以擅长活血、养血、温经、止痛而著称。中医有句名言叫十方九归，其中的归就是指的当归，就是说10个中药方当中有9个就含有当归。比如说像大家熟悉的四物汤、八珍汤、十全大补汤、人参养荣汤、补中益气丸等等，说明当归在临床上使用频率之高了。其实呢，当归的美容功效是非常突出的，不管是内服还是外敷，都有红润肌肤的作用。大家还记得咱们讲过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吗？既暖宫散寒，又活血温经，是治疗寒凝血瘀、肤色暗沉的良方哦。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美容茶，当归黄芪茶。原料用当归9克、黄芪18克、红枣5枚、红糖适量。做法呢很简单，除了红糖之外的这些食材呢，泡30分钟，然后煎15分钟左右，再以红糖调味就可以了。这款茶中呢，黄芪补气，当归呢补血活血，所以有补气养血之功效，特别适合那些气血虚又兼有淤血，经常呢气短乏力头晕眼花手脚冰凉月经不调痛经这样的朋友，每周坚持喝上2到3次，气血一定会变好的。那气血好了，脸上的斑就会变淡，那么坚持下来呢，个个都会变为美女。除了上面咱们讲的食疗化瘀法之外呢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化瘀方法呢？大家还记得咱们在前面五脏养阴篇当中跟大家讲过很多的穴位。我们经常说人体呢是自带药库，所谓药库就是指的经络上的这些穴位了。经常按揉一些特定的穴位，同样能够起到很好的活血化瘀、美容养颜的功效。在这儿呢，我想给大家推荐2个穴位，一个呢就是三阴交穴。三阴交穴其实我们在脾脏与护肤一节课当中跟大家重点讲过，这是女人的一个美容大穴，也是治疗妇科病的一个要穴。它呢位于咱们的小腿内侧，足内踝上面4指宽的距离。那我们足部有3条阴经，包括脾经、肝经、肾经当中的气血都在这个穴位上汇集，所以呢，经常按摩这个穴能够快速的活血化瘀。女性朋友呢，经常按摩这个穴位，可以保持年轻，延缓衰老。第2个给大家推荐的化瘀美容穴呢，是血海穴。血海穴是足太阴脾经上的一个重要的穴位，是脾生之血汇集之地。血海穴呢，位于大腿内侧，从膝盖骨内侧上角上面呢约3指宽筋肉的这个沟，一按呢就感觉到痛的这个地方。其实取穴的话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掌心盖住膝盖骨，要注意的是，右掌呢盖左膝，左掌呢盖右膝，五指朝上，手指呢自然的分开，那么大拇指下面的这个位置就是血海穴了。经常按揉呢，有活血、养血、滋润肌肤的功效呢。今天咱们讲了血瘀跟皮肤问题关系是非常密切的，要变美呢，先化瘀。具有活血化瘀功效的药食同用的食材呢，有生山楂、玫瑰花、藏红花、当归等等。山楂酱
山楂藕片、玫瑰花茶、藏红花蒸蛋、当归黄芪茶都是活血养颜的佳品。除了食疗穴位按摩呢也有非常好的化瘀美颜功效。三阴交穴、血海穴，这是人体自带的活血化瘀药，建议爱美的朋友们呢可以经常揉一揉、按一按。好啦，今天这节课是咱们这一套吃出美颜肌美颜课堂的最后一课，我在这儿要非常恋恋不舍的朋友们说再见了。希望这套课程呢，我们讲到的这些食疗美颜的理念和方法，对大家由内而外变美能够有所帮助。祝大家健康美丽每一天。